上次交给大家的课业，我都陆续收到了。读谢娘子的还没有交，可是有什么难处？柳夫子，文题关乎志向未来，可我似乎还没有找到方向，可否再宽限我几日？学生定会好好思索。谢娘子言语中似乎有迷茫之意，但落笔谨慎不是坏事，不怕，不急于一时。好了，散课吧。谢先生。李师兄回来啦！师兄回来啦！师兄。这次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挺好的，大家都盼着你能在。我听柳先生说要收女史的事了，他很看好你，你自己要多上心。近来我读《列子》，看了一篇叫《九方高石马》的故事，意在说明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同样，有些话也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，还是要问清楚的好。明日晌午，你可愿意陪我去一趟城郊？做什么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先生，我在跟你读一遍这个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有人来了！小满，你来了。师兄，你在这里教书啊？对啊，教的都是一些通识。不过今日你来了，可以给娘子们上一节女则。我不行的。行不行？试一试才知道。孩子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女先生，谢先生。谢先生好。之前李先生教过你们《女论语》，你们有何感想啊？学生读不懂，又使我读书时，常会想起我们乡下的一句农谚：田里秧架高，藤蔓自盘绕，茂林无风草，大块无美苗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这《女论语》中通篇皆是女训，从德、言、容、功，对女子皆有要求，可为何偏偏对男子没有要求呢？而我们女子，就要像是这秧架上的藤蔓，被圈在一方天地里。我还听说，以前的时候，若是生了女儿，便要给其纺锤，要其日日纺之；若是生了郎君，则要赠其美玉，寓意其有璞玉一般的美德。这纺锤和美玉，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这却也看出世间对女子的轻视。我的先生柳怀英曾教导我们：生而为人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却需有青云之志。什么是青云之志啊，先生？男娃娃有男娃娃的青云之志，女娃娃也有女娃娃的青云之志。就像是先生的青云之志，就是希望你们快快长大。我知道了，男娃女娃都是娃，男娃可以以后考状元，我们女娃也可以去做别的呀。我想跟我爹一起去田里种红薯，我种的红薯又大又甜，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，是不是这样，先生？你说的对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你们也要这样，不管是考状元还是种红薯，我们都要向前看，考更大的状元，种更大的红薯，明白了？
明白了。你今日讲得很好，倒是像一个真正的教书先生。师兄又说笑了，我哪里会做什么先生？我是认真的，做先生的，心中一定要有自己所相信的东西。这些年，我走了这么多的地方，一直在寻找一个信仰。我没找到，可是你找到了。可是我不懂，自己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刘先生这几日让我们写自己的日后，可是我想不到。尤其是今天来教课，其实我心里更加茫然了。虽然今天讲的是《女论语》，可是若真的遇到书中的困惑，我也未必想得透彻。就像我和赵小谦，人们时常会对未发生的事有担忧或者恐惧，然而未来就像这个麦田，你看着好像很遥远、很广阔，找不到出路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人的青云之志不一定非得是某一件事情，有时候前路走着走着，总能走出一条路来。幽篁禅院，闲听长老心谈，深雪堂中，细与乔翁对弈。聂草履，跨松萝履婵岩披蒙茸，闻泉水之幽，无远不到。到则相与环坐，气阔谈宴，但求一醉。醉则登高书啸，游目骋怀，至于枕藉以卧，梦亦同去。难不成师兄就是望梦斋风客？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不怕你笑话，其实那日在昆岩山寺，我本打算带上我那些无人问津的破书卷，离开武江府，回汴都的。真的？当年离家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日子，绝不掺和父辈的苟苟且且。可这么多年来，我竟有些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。多年的知己和我分道扬镳，一腔热血的书稿遭人嫌弃。有时候我也会怀疑，自己所走的路是对的吗？要不要退回去看看？好在有你，你看了那本书，也懂得了那本书。有时候，即便只有一个读者，也会成为著书者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想不到，竟然是我留住了望梦斋风客先生，我还等着你接着出下一本书呢。先生，先生好。只要身边有一个人支持着自己，就会给予自己莫大的信心，往前迈出一步。你就是那个人。可如今，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往前迈出一步，可他惧怕世俗流言。师兄，你说，我应该帮他吗？你说呢？谢谢师兄。